正在使用平板电脑的小伙伴可以口播一。每次做平板内容的时候，评论区都会有机灵的课代表直接给出总结，用什么手机就买什么平板，说的一点没错。如果觉得本期内容对你产生了一点帮助，记得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本期小白测评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这句话在之前确实没啥毛病。回顾华米 OV 上代的平板啊，同等价格下，差不多的尺寸，差不多的处理器，差不多的表现，好像只是在互联方面做出了一点差异。除了华为之外，各家平板从尺寸到芯片到体验，并没有啥本质上的区别。我一度怀疑是不是串谋共用了一条产线啊？这种情况2023年就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了。今年4家新平板的价格都在2500元档啊，性价比好像都不错，但 SOC 今年就有2-3代的差距了。屏幕尺寸差异也很明显。2023年了，华米 OV 谁更懂 Pad 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勇，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啊，这次是真的开始了。一是 ID 质感，我先不说话，也不搞什么测试，这4台1234按编号就摆桌上，就看设计质感，你最喜欢谁？你可以评论弹幕一下啊。其实这4个除华为之外，基本上都是各家旗舰手机同款设计啊，所以说 MatePad Air 还是太年轻啊，没传承家族旗舰。小米的大小方框基本就是13等比例放大的视觉效果，上头规格也是最高的啊，主摄给到了5000万像素。OPPO 的缪斯之眼很明显为了方便横屏使用，但是平板竖屏使用的时候就难免不碰到啊强迫症杀手，并且背部一整圈的天线，内部调查了一下，工作室小伙伴都觉得不太好看。vivo Pad 2给人的感觉就更妙了，挡住摄像头的时候几次被我们误认成了 iPad Air 啊！什么叫高端设计？这就是高端设计。质感方面，除华为外，其余都采用了全金属机身，精致感都有啊。华为塑料用的多，但这个磨砂质感其实真机还不错啊。这个真机并没有那么明显的廉价感。OPPO、华为圆角边框设计啊，握持手感会好一些，但观感上啊就没有小米和 vivo 的直角边视觉上显精致了。只是小米这塑料支架嘛，老板，小米的骁龙8 Plus 才2399哎，那就不要更多自行车了，这塑料支架嘛还是挺防摔的。买平板就是买屏幕，这句话没啥毛病。作为大屏交互的基础，也是我们前期调查里面啊得票最多的选项。我们配置直接打出来啊，这个各家统一144赫兹高刷的 LCD 屏，不知道这条产线是不是又一样的？色域色准方面，这4台的 sRGB 色域、P3 色域覆盖，我们全部都做了数据库的实测啊，其实都比较接近。具体的显示效果，我们也拍了一些素材，大家可以自行对比一下。亮度方面，我们数据库也全面实测了一下啊，华为、OPPO、vivo 在同一水平线啊，平均亮度都在470以上，手动最高呢可以拉到490尼特，6个区域峰值亮度呢相差也都在50左右啊。小米这边要低一些啊，这个平均亮度呢是417，手动最高呢也只到了440尼特，不过它的峰值亮度呢相差也是最小的啊，36尼特。其中 vivo 和小米还有激发亮度，实测 vivo 最高呢是640尼特啊，小米这边啊激发也没激发到多高啊，535尼特。不过这2个激发也基本只是在室内使用，户外或者强光环境下500-600尼特还是看不太清楚的。屏幕方面，我们还专门测试了一下第三方刷新率，我们选取了21款常用应用，测完不得不说，这144赫兹还真是个纸面参数啊。不少软件其实都被锁了60，并且华为、OPPO、vivo 这些软件里最高只有120赫兹，只有小米可以拉满144，华为更是锁了9款 app 啊，接近一半了。要知道我们之前测试手机第三方刷新率的时候，这华为的 P60 Pro 可是表现最好的机型之一。屏幕形态的差异其实也很影响体验。我们直接说建议啊 ，vivo 和 OPPO 都是7:5的大屏，接近 A4 纸的大小，更适合阅读文稿或者分屏使用啊，更符合你办公的习惯。小米是16:10，对于重游戏视频的用户是比较友好的。在播放常规的16:9、21:9的视频时，4款平板实际显示面积啊几乎都差不多。更大的屏幕相对手机除了不费眼啊，在观看视频时带来的唯一好处可能就是开弹幕不会挡画面。音频外放上，我们直接说结果 ，vivo 是6扬声器，相比于前代增加了2个高音单元，硬件底子都是更好一些的，主观整体听感最好。华为、小米、OPPO 都是4扬声器。第三，我们先聊一下系统体验，也算是本期的重点啊。毕竟大屏的软件很多人都非常在意。交互体验呢，主要看软件适配的程度，还有平行世界的优化。华为作为平行世界的开创者啊，依然是最好用的啊，应用适配也最多，并且华为的平行世界在部分软件它支持左右单独使用，这样就更加自由方便啊。总体点赞。不过啊，也有翻车的时候，比如在微博点开图片是这样显示的。
OPPO 看起来给你开了一个兼容模式啊，可以选择全屏使用。本来我们以为会是直接暴力的拉伸填满屏幕，没想到一些应用选择全屏显示之后，它是直接强制切换竖屏，并且开启这个功能还得关闭平行视窗。全屏确实是全屏了，但真是方向错了。而且 OPPO 的系统动画效果总给人感觉用力过猛啊！你看这个应用返回桌面，有一种飞出屏幕的错觉，这 3D 效果都快出来了。小米的平行窗口在打开部分应用时，上面是圆角，下面是直角，深得早年MIUI bug 的震传。而且底部大口栏还会搞个黑边出来，极其不协调。小米自家商城在平板上的适配，这商城团队是不是得罪平板团队了？实际显示的有效内容甚至还不如手机显示的多。合着给你个大屏，真的就是放大使用啊！测试中我们还遇见了闪退等 bug， 哔哩哔哩 HD 版无论如何都打不开啊，只能卸载重装。当然了，单一 bug 不能说明问题。vivo 在系统的全屏适配上支持的应用比小米还要多啊，而且首发了 UI 自适应。不过一方面 UI 自适应优化的 app 不多，另一方面 UI 自适应在部分软件内，就比如说 Keep 啊，给人的感觉还是有些无脑放大，实际显示有效内容不多，感觉还不如多窗显示好用。在多设备的联动体验上，应该不少人现在都默认华为是做的最好的，但其他家也一直在追赶的路上啊。小米和 vivo 都可以通过 NFC 实现手机一碰头一碰传，联动效率提升了不少。但小米的 NFC 功能放在了键盘上，想要用的话得加钱。OPPO 没有 NFC， 但是从华为那学了别的东西比如无感通信共享，在不开启热点的情况下，可以直接共享手机的完整通信功能，接打电话都可以直接在平板上操作并且支持5G 双卡通信，验证码也会直接显示在平板上，不用来回复制输入。至于视频流转和应用接力，各家倒是都有但是支持的应用确实不多，偶尔用到还可以，但它基本是一个实际使用频率不高的存在。等什么时候流转和接力彻底打通两个设备，做到系统和第三方应用都无感流转，不是单独几个应用的优化适配时，或许才是真正好的互联体验吧。不只是手机这些平板还都支持与电脑之间的联动，不过 OPPO 除外。小米平板为了与自家的生态绑定只有自己的设备是可以用的，将MIUI Plus 升级成了小米妙享，支持屏幕镜像和屏幕扩展、键鼠共享。华为也是只能连接自家的 PC 设备今年还把中转站功能也同步到了 PC 和电脑上。vivo 由于自家没有 PC 这条产品线反而还更加开放一些只要在电脑上下载 vivo 办公套件就可以互联但是不能作为扩展屏幕。我觉得扩展屏这个算是很基础的功能，希望后面赶紧加上。现在是只能共享键鼠，也和华为一样支持远程操作。性能配置上，小米搭载了满血骁龙8 Plus， 是目前一众国产平板里面最高规格的处理器OPPO、vivo 搭载的是天玑9000这颗老旗舰 U 的口碑也不算差华为就比较让人担忧了火龙888可是给不少人都带来了心理阴影。我们统一将这4台平板全部更新到最新的版本，数据库全面复测但这个环节搞了差不多10天，这伙计们记得点波赞。娱乐兔不出意外的，小米最高达到了130万分，蓝绿大厂同样的处理器也都突破了100万大关。华为888就低一些了但相比于同处理器的手机方面的表现体积散热的优势还是有的要高上一些。给版尺六不出意料的，华为最低无论是单核还是多核都与其他3家有着明显差距，而小米的骁龙8 Plus 在这里和 OV 表现相当。GPU 实测，3D Mark 最高的是小米11062，OV 差不多而华为的888是5729分与小米平板6 Pro 之间又差了一个华为 MateBook Air。逻辑表现我们直接上重负载原神，数据库标准测试环境同等化之下，这最新版本中华为的表现居然相当不错，帧率57.7帧的同时，这温度居然还是全场最低，这还是骁龙888吗？不过事出反常必有妖我们发现华为在测试开始5分钟之后，它的游戏亮度就降到了230尼特。不过降亮度好像是888的出厂附赠功能。我们还发现没有开启插帧选项的情况下，依然存在着插帧现象低亮度加插帧，测试小伙伴发出了强烈抗议。插帧还要降亮度，我的眼睛马上就要瞎了！去把公司那个华为粉丝抓过来测。其实我觉得以华为这么强的软件实力，这点问题他肯定是知道的，但基于你懂的原因，就只有这颗888能给你用多半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了。不过具体情况我们还是得摆出来让大家知晓。vivo 也不甘示弱插帧我不会，但是降亮度这方面华为还得向我学一进游戏我就直接给你降了7010分钟之后降到了200尼特，甚至游戏过程中最低只有130尼特，并且你手动往回拉就只能拉到200多。而且我不光亮度低，我温度还高温度达到了全场最高。虽然前面静态测试中 vivo 的亮度最
最高，但是它不给你用啊，它反而还降啊。发哥调教看蓝场这句话啊，以后是不是要加个括弧了啊？平板除外。OPPO 和小米的表现就比较正常了，小米无论是帧率、波动还有温度啊，基本都是全场最佳。而且功耗方面，由于它本身屏幕面小一些，所以也要比其他家低啊。游戏方面确实还挺不错。平板给大家普遍印象就是内部空间并没有那么紧张，散热堆料可以比手机做得更好，这也是许多消费者愿意接受前台处理器放在平板上的主要原因。可是最新的实测下来，我们觉得厂商的调度策略，最终这驯龙还是得看龙本身。平板的续航其实之前实测的比较少，因为大家电池都很大嘛，之前也没有太在意过。但这一次我们也专门耗费了1567根头发啊，全面实测了。电池规格先给大家打出来，数据库 3.0 标准环境下连接官方键盘套作为支架啊，在线视频循环播放直到关机啊，在不开启弹幕的情况下，小米的表现最好啊，达到了8小时54分钟啊，接近9个小时了。当然，骁龙的视频解码能力是要比发哥好那么一些的。OPPO Pad 2紧随其后，虽然是大屏啊，但是只相差了11分钟，达到了8小时43分钟。vivo 和华为的成绩差不多啊，都在7小时出头。4台机器长短最大相差了近2个小时啊，在实际体验中这还是挺明显的了。充电方面，小米和 OPPO 的67瓦自然要快一些，小米71分钟前台充满，完全充满带涓流耗时80分钟。OPPO 更猛啊，比小米多出了接近1000毫安时的电池，这前台充满仅用时76分钟，并且涓流只有2分钟就结束了，点赞点赞。华为的电池最小，前台充满用时79分钟，这涓流充电耗时比较久啊，完全充满要2个小时出头。vivo 44瓦充最大的电池，没有意外，这前台充满就用了2小时12分钟，完全充满更是需要163分钟啊，都快近3小时了，比小米和 OPPO 加起来还要久。之前我们觉得平板充电速度不重要，但是实际落地这么一对比，感觉还是充快点好。键盘和手写笔一直是厂商宣传生产力的重点啊，可是我们发现投票的时候真没有多少人选，甚至还比不过影像。你想想啊，这是平板的影像，大多数人对于平板的需求确实不是什么生产力啊，尤其是安卓平板。但作为官方主推的配件，还是简单看一下。手写笔的配置我们单独列出来啊，就日常使用来说，这4支笔啊，在新版本下啊，几乎感受不到什么延迟上的差异啊，大家可以对比一下。比较有特点的是小米和 vivo 啊，小米有2个实体按键，但功能只有一个快进一个截图。如果可以自定义一些功能，就比如说返回，会不会比截图更加实用一些呢？小米更是宣传这支笔的续航达到了150个小时啊，确实是这4个里面最久的。vivo 则是笔内自带线性马达，这一点要好评啊，这质感确实不错。不过官方宣传它的书画体验啊，不在纸上却胜于纸上。我们内部找了7、8位小伙伴来实际体验，基本没人联想到现实的数学感受。如果你钟爱笔尖与纸张的那种摩擦感，现阶段其实不光 vivo 手写笔跟电子屏还是没有办法很好的满足你的需求。额外使用类纸膜的话，其实也会影响显示效果。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手写笔不能完全代替你的指尖，注意听啊，是你的手指尖。各家在软件上总有一些细节做得不到位，比如华为、小米、vivo 都支持手写 OCR， 当你使用手写笔时，在搜索框轻点一下可以直接手写转文字输入，而 OPPO 需要你自己切换手写或者自己打字。然后是键盘啊，咱们先夸一下小米啊，它是唯一一个带背光的。单就打字体验来说，内部让多名经常码字的编辑体验了一下，主观都觉得小米和 vivo 在手感上更好一些。如果你经常打字，提醒你注意，触控板的加入确实让键盘的体验好了不少啊。其中 vivo 的触控板是最大的啊，但是它上半部分按不下去，这回馈呢也不够有力，这手感稀碎啊。小米的大小适中，手感也相对最好，4个角都可以轻松按下去，并且回弹清脆，这按起来甚至还很解压啊，我老想摁一摁。OPPO 感觉太小了些啊，操作起来不太方便。华为呢直接没有，但也得益于此啊，华为的配件是相对最轻的啊，只有375克。其他细节上，比如连接上键盘之后，当你在桌面直接使用键盘打字时，小米和 OPPO 会直接跳出搜索框，也方便了不少。再聊聊实际生产力，这个在安卓平板尤其玄学的话题。先说真实体验啊，我们策划小伙伴在测试手机的时候，想顺带审一下片子，最开始拿起了 OPPO Pad 2，结果发现相册内平板外接键盘的空格暂停和左右快进都无法使用。想要快速调节声音，要么通过键盘的快捷键，要么是按
实体音量键，下意识的想要暂停双击屏幕啊，结果直接放大，而且也没有长按快进快退功能，大屏加键盘，结果用起来完全还是个大号手机啊，这个体验是很割裂的。你要知道，很多用户，比如说考研党，都是自己下载视频资源的。我们又测试了其他几个平板啊，小米是只能空格暂停 ，vivo 支持暂停和上下方向键调节音量，只有华为做的是很全面的，可以直接使用键盘完成暂停、快进、快退，还有音量调节的。各家也对一些办公软件，比如说 WPS 啊，做了单独优化。华为更是直接做了 PC 级的 WPS 在平板上面，这还是值得点赞的。但我们在实际的工作和学习中，无论是办公写好还是搞个简易 PPT 啊，都不是独立于某一个 app。就比如说在 PC 端使用 Word 时，你可能随手打开浏览器搜索一些素材下载，或者说随手搜索一些资料啊，甚至再打开一些软件 P 一些图，再填到你的 PPT 中使用。这些其实都是各种 app 相互结合的结果，这才是综合的办公体验。平板，尤其是安卓平板的生产力属性有吗？我想肯定是有的，但相对它确实是很个体的啊，就是某个 app 或者说某几个应用之间是 OK 的。如果你想要有非常完善的生产力体验，平板这个领域我觉得还是任重道远。这4家特点其实都非常明确啊，小米给你相对最好的硬件配置，性能拔群啊，但系统和细节体验可能就没有那么硬气了。我觉得多多少少给人一种早年大家调侃小米手机这性能没输过，体验没赢过的那种感觉。不过性能释放确实不错，如果你重游戏的话，那小米这台还是可以的。华为有着相对最好的软件体验，但是硬件方面啊，就比如说它这最核心的888确实要落后不少。OV 这边处于华为和小米之间啊，在追求体验的同时，这性能呢也没有过于吝啬。两家独特的屏幕比例也可以看出，他们对于平板功能性上还是有自己的探索的。虽然才出到第2代啊，但就目前的互联和优化体验上啊，确实快要赶超某第6代平板了。对于平板来说，互联功能确实好用，但是在我们实际体验中，它的频率可能没有那么高啊。互联更多的作用是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有了互联更方便，但是没有也不会很不方便。无感通信共享功能，日常用到的几率其实也比较小啊。目前大多数用户使用平板的场景其实还是相对固定的，偶尔带出去需要用网络的话，开热点也能够解决问题。反而是更高素质的屏幕啊，这个良好的性能表现啊，这扬声器啊、续航充电这些相对固定且明确的需求，更影响使用平板的体验。还有就是基础的软件优化，这4台相比于上一代呢，确实都有进步。但这次全面体验完，我觉得多少有一点就是大家啊，这个基础需求都还没有调教的特别优良呢，然后就着急去整花活了。对于平板呢，还是我们频道的老生常谈，一定是你先有某个习惯，再去用这些设备提升你的习惯效率，而不是想着买了某个产品再去培养某个习惯。就比如说你压根没有记笔记的喜好，非要想着买一个平板再买个手写笔啊，以后是不是就会做笔记了？信我兄弟，没那个啊，极难养成。最后这些产品啊，多半就吃亏了。勿创造需求，要按需购入。OK， 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对产生了一点帮助，记得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特别感谢。更多内容精彩，大家记得全网搜索关注小白测评，我能听。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